一种心而来，我遇见很多人，却是想和你慢慢出去。画质是不是可以调的，朋友们？画质你们是不是可以调？就是你们自己去调整这个画质，然后有一个那个选择清晰度的东西啊，应该是啊。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我说话吗，朋友们？最高720可以的，因为这个720可以了，能听见我说话是吧？能听到音乐吗？哎 ，hello， 好呀 ，hello 啊，可以是吧？音乐可以听到，那这个能听到吗，朋友们？这个可以听到吗？欢迎左儿啊 ！Hello，你不跟我说话，我以为我没在呢。可以。今天这个造型也是比较特别，是吧？就是不卡了吧？今天不卡，完全不卡。今天再卡把手机吃了。也不至于啊，不至于这么饿。那个我们两个总是喜欢吃一些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吃相纸？行，今天是什么呢？今天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一个那个连线直播啊，因为什么赶着这个5点播呢？因为这个6点就要更新剧集了，所以在更新剧集之前呢，我跟那个左儿我们俩上来陪大家聊会儿天，然后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剧宣连麦啊，然后也希望大家那个一会儿我们下播了之后，我们一块儿去追今天更新的好不好啊？现在这个虽然是在这个微博。不是微博，在那个腾讯站内直播，但是微博那边也会同步啊，所以这个也欢迎各位。行，那咱俩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好不好？你先来。好的，老师。Hello， 大家好，然后我是左儿，然后在折腰中饰演小乔。大家好，我是刘宇宁呢，在折腰里饰演魏少，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今天呢，就是因为今天我问了一下有没有主持人，他们说没有。你在要啥主持人呢？就是他说那个让我来担当这个主持人呢，那我今天就不才，然后我主持一下是吧？有朋友说那个宁哥你那个是特别多，就是要这个热闹闹的感觉，怎么样？那我们俩让你假装张嘴，然后你那边一直拿特效。没事，你可以说你的，因为那个特效声音很小的，很小的。那对，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剧宣做完之后，就是你以后跟别人做剧宣都不适应，就没有这些声音。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那天看了你一个直播的片段，就人家说你那个睁眼在那瞎说什么音效是自带的还是什么，然后那个胳膊一直在动，所以你下回你要不是再整几个那个，你知道小的时候那种一个一个的那个键，这样你就可以不看，然后你就能。我现在其实但是你快捷键的现在是啊，是吧？能看看我是在这。因为这个笑声只有我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是个对节奏，哎，就跟你演戏是一样，它是有节奏的。那你下回搁手上一个那个就是那种远程那个遥控器，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对吧？我干过这种事儿。遥控器，你看你现在这样子就很明显。就能看到我去摁是有点垮，是吧？我为什么要这样质疑人家的专业能力啊？我在这里不，我觉得你提这个点很好，下次弄个脚踩的。哎，你现在能看到我这个手是这样的，对不对？就偷偷摸摸，好像在干嘛似的。因为你忙，是不是啊？行，那这样，我这边把那个微博也打开，这样在微博那边，因为微博咱们是同时开播的，两面的观众的这个发言我们都能看到啊。我就好。看一下。他下次换脚踩了，其实也行，左脚哈哈乐，右脚是脚踩也可以。对，
是吧？哎，都在有很多朋友在微博看啊，没关系，就是两边都可以啊，因为这个可能我们是主要会看那个这个我们腾讯站内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弹幕，所以可能朋友们想要跟我们弹幕互动的话，然后咱们就那个来腾讯站内啊，谢谢各位了。行，那反正今天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啊，有一些问答，比如像这个他们这个我们平台啊，我们腾讯啊，还有那个片方去网上搜集的一些观众对我们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大家就闲聊一会儿 ，OK 吗？可以。好嘞。那这个有人问说我先问你啊，准备好了吗？哎，这个是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点，没谁了。小乔对魏少的情感是算计中诞生的爱，还是爱中掺杂算计？哇，这个咱们这个观众都这么的有算计中诞生的爱，还是爱中掺杂着算计？算计，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哪有什么两个人哪有什么爱不爱啊，对吧？就是刚开始就是两家结盟嘛，对吧？然后还爱呢，恨都气都不打一处来。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一点点，然后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才觉得魏少这个人确实还不错，然后才有爱吧。是，就是因为刚开始两个人刚接触的时候，你想想那个大婚的时候，都是那种苦大仇深的，到好像要整死对方的，对。对啊，对，刚开始的时候都恨不得给对方一刀。是。很多台键就关了，差点我就第一集就下线了。那就是如果在那个城上一箭射过去，估计就杀青了嘛。也未必，你又不是打了个大炮过去。昨天那个刚有朋友问，昨天那更新你看了吗？就是那个看了。昨天你也是每天追剧对不对？不是我昨天非常准时准点，6点钟准时看，昨天有名场面。是不是啊？所以人家问了嘛。咱虽然这个台本上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弹幕有人在问，说问昨天那个亲是那个梦，还是说那个是真实的？这得问你啊，这不能问我，我喝醉了呀，小乔喝醉了呀。啊，是这么回事。锅甩我了。对呀。这个是我喝的是咖啡，朋友们，我喝咖啡不是酒啊。刚才我看那个平台还提醒我说那个啥，说那个直播别喝酒啊，我真厉害，我就是只是说咖啡啊，氛围感就是有一个主打一个那个仪式感啊。对，问我，但是问我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锅我也背不起，朋友们啊。但是从剧本的角度来说，当然我们演员是要按剧本演嘛。剧本的角度来说，那个是不是？就是我有的时候其实不太想回答这种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是观众对我们这个剧的一个遐想。我怕我说了真实的东西，不是，我们就把它当个梦，因为我们后边有比这个厉害的。是有多厉害？是有多厉害？这比后面肯定比这个厉害，老厉害了。反正没播之前，他俩就先制造悬念呗。行，反正就是这个问题就不回答你们了，就是等那个播完了给你们解释。对，其实无所谓，你们就当它是梦也可以。对，当它是真实的也罢，这是你个人看剧的一个理解，这是你的自由，对不对？看。你哪怕当那个是 AI 做的都可以，无所谓的。对，但反正你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嘛，对吧？行，那下一个问题啊，你说，那天那个播之前不是有预告嘛，然后我就看人家在那说那个说把我们都已经饿成什么样了，说那个真的东西以为都是 AI，然后我自己都恍惚了，我说啊这是 AI 吗？因为我有点记不清了，我就说啊现在 AI 已经做的这么好了吗？我说好像不是 AI 吧。不是 AI，是真人拍的，那个是真人拍。是播完了我知道了。是，你以为是网友他们去做的是吧？
对，因为我没看的时候，因为一直都有人就是说是不是 AI，是不是 AI，我自己都有点恍惚，因为我确实看到了很多就是有那个就是给我对对对对，他们把们做的拿照那个图片去做了几形，个，我看到了。对对他对。们 AI 的拿那个照片生成了几个那种的，不堪入目的画面，也不用不堪入目了，反正他们就是很有创意嘛。行，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说这个说你很会哭啊，然后呢你在演那个在祖父面前眼泪大颗大颗掉，在两军对垒的时候眼眶含泪，就是因为哭戏其实是我们演员都会去诠释嘛。你觉得哪一种哭是比较难演绎的？比如像大哭，或者是那种含泪，或者是抽搐，或者是打滚儿，就是啊，后面那两个是我加的啊，就是反正就是你觉得哪种哭戏是对你来说相对难一些的，还是说都不难？我一般都那一哭就在地上打滚儿，没有了。其实我觉得小乔没有什么特别硬哭的桥段，因为一个是他自己本身也很强，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都是确实情感浓度到那儿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哭戏，但确实是因为我当时跟祖父那场，确实是因为金老师演的太好了。嗯，金老就是师啊，对，他确实演的太好了，就是我看着他，我就心里很难受。然后就是包括他就是在拍他的特写那边，因为我们很正常啊，这件事就是就嗯，是对，有每个人的特写，然后拍他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忍不了，就是因为他躺在那儿，然后跟你说就是很走心的说这些话，然后他的那个两双眼睛，然后看着你的时候，就确实是有点扛不住。但其实我觉得我最难受的是咱俩结婚那场戏，嗯，我看你的嘴就是因为唇都气得抖了，我说实话，我当时是真的本人在抖，嗯，不是演的，对不对？是真的很不是演，是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侮辱人。因为你记不记得当时咱俩对切，然后是我们嗯两个同时在演。然后我嗯，就是一番儿一番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欺负人了。但是确实啊，我觉得就是对于没事，可以，魏少来说嗯，也很难，就是要跟一个跟自己家里有这种如此深仇大恨的人成婚，就确实也很难。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在那一瞬间，我是把自己带入一个就是女生的角度去。明白，就是看对面的那个人，我当时我觉得就憋着不哭反而更难受，就是因为你又在那个当下的那个情况又不能哭，但是就是因为哭了你就气场就输了嘛，但是你确实觉得太欺负人了。是我当时我都气够呛，哦，我记得这事儿，你觉得是会不会有点太过了？一直对，我觉得有点一过，直在就是欺负这个小姑娘。在纠结，对对，我当时在纠结，我想说，你可以不开心的去求婚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但是就是我会纠结于这个东西嘛，但是不能就是特别不对你，尊重，我记得当时你一直跟那个导演说，会不会觉得有点太狠了，就是一点儿脸都不给。但是后来我说服自己的原因是，那个因为我右面就是我坐在那儿嘛，我的右面也就是斜前方就是灵牌，就是那个我嗯们祖父还有那个我父亲还有那个我大哥的那个灵牌，我们祖祖辈嗯，辈的灵牌在那，灵位在那儿，你就那个时候确实，而且对你那个时候还不爱呢，对我可能那个时候拿你连当个女孩都没有当，可能当的就是一个就纯导演仇人嘛。里边儿穿着还穿着白衣服呢，我们两个都各自，我就应该当时把我祖父也摆对面儿，我把我祖父也摆对面儿，咱俩唠咱啊，俩的，他俩唠他俩的。对，你们可能很多朋友看那个细节没有看到，其实那一场戏，这个他后面左儿接的那场是，他把那个婚服一脱，里边穿的是校嗯服。对，其实嗯。他心里也是，两个他也人其实没有那么就一个对，一个坐在明面儿上，一个坐在里边儿。其实你说这事儿也不太合适。你成婚呢，你里边儿穿那个也不好啊。是，没错没错没错。行，所以你也没回答哪个哭戏会更难一点啊？你说半天你的 都难，都挺难的是吧？都难的。就不敢去吹嘘自己的这个技能上的东西是吧？
不是，主要是你看我天天在片场嘎嘎乐。我嗯，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看那个我们的花絮，就我嗯，们的花絮确实很好看。对对对对，我4岁开始看花絮，看到了今天。看到今天才看到一个好看的花絮，4岁嗯，算什么啊？我们那段真的我们的花好对笑。那段我们现场真的是现场的真的是即兴的那个东西，就很好玩。但是就是很多演戏的地方是即兴的，现场的花絮也都是即兴的，对，就是因很好玩。为我们的花絮真的就可以知道我每天在现场过得有多么的快乐，所以你知道，就是让我们这几个人正经在一起，一个演血海深仇，一个演正经什么难过，其实都挺难的，因为看着对方就想笑，太好笑了。是，不是？当然，在演的那一刻还是会投入的嘛。所以哭其实是，哭但是就是哭戏什代入么东西的，确实可能嗯就是比平时就是比较难了一点儿。嗯，行，那我们下一个问怎么说呆题了吗？啊，咪叫了？戴咪不服在那儿啊。没事儿，我们家这儿也有一只狗。我说了一会儿呆咪叫，我就不让我们家这也叫。我们家戴咪会被打死的。嗯，行，他有一个这个那个我问宋祖儿你问刘宇，是吧？对你有台本吗？剧中我有，有哈，剧中未上没有，你自己问自己啊。可以啊，啥都能整，你说。啊，小乔真正意识到了，他动了情。你刚才卡了问题没听清，没事，我自己看。我说剧中未我自己上哪看没事一刻的心软让小乔，你说，让小乔真正意识你到到底，让我说哎，还是不让我说啊？你说嘛，你说。剧中未上哪一刻的心软让小乔真正意识到了他动了情？那得问小乔啊，那得问这又变成你的问题了。本来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说出来，我觉得是你的问题，对呀，就是魏少哪一刻的心软，让你真正意识到了魏少就是动了情了？让小乔真正意识到他动了情，那不是得问我吗？对，所以现在问你了嘛，又变成你的问题了。你不是他哪个举动你觉得哎，好像这个小伙受不了了，爱上我了？哪一刻？哎，我今天不能说我今天不能说东北话，我得说普通话。为什么？因为我怕很多朋友对魏少的滤镜有些破碎。没事儿，你丹东卫少，天津小乔，没什么问题。丹东魏少，天津小乔可以啊，也是可以的啊，搞得像两个地方美食似的啊。来，那真正动了情，不是魏少觉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喜欢小乔的？你这样子不就 OK 了吗？哦，这样就变成我的问题了。我想想啊，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意识非常的模糊，这就是我们剧好看的点，就是观众一直在探索什么时候他们两个动心，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能在一起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哎，魏少好像开窍了，然后突然他又懵了，然后有时候觉得，哎，这个小乔主动了，然后回头小乔又不解风情了，他俩就是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吧？有朋友你俩踢皮球呢，没踢皮球，反正那个意思就是，其实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说，哪一刻真正意识到了，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魏少很难说，很难说，有的时候可能魏少意识到了，哎，这个女孩是不是喜欢我了？然后，但是后来发现又不是。就比如像我那个魏少会在军师面前说，那个女军不会骗我的啊，放心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他产生信任，但其实很多东西回头都是打脸的嘛，啊，回头都是打脸的。所以他这个其实你说真的哪一刻动心让他觉得对方爱上他了，真的说不好，因为他在反复，他们的情感一直在反复猜忌、反复确认、反复猜忌，然后到最后的那种表明心意和彼此坦诚相待的一个过程啊，就可能就是在，可能就是在昨天更新那一集吧，就是那个魏少回去躺在那个小乔腿上，然后说了那个所有的盒子里的事儿啊，
然后包括那个遗物的那些事儿，包括苏娥皇的那些事儿，那一刻可能才是真正的袒露心声，说他第二件事没做到那个啊。行，差不多啊，就是这个意思。行，下一个问题问吧。魏少对小乔说话时声线刻意压低了几分？问号。刘宇宁如何通过音色变化区分冷厉君侯和心动男君两种状态？对，音色的变化其实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啊，比较喜欢这种就是不敢说台词，就是喜欢配音什么的，所以我就会研究这个怎么去处理。那当其实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对他说的话是很冷淡的，就是啊怎么了，干什么，关你屁事啊，就可能是这种状态。但如果喜欢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要主动跟他说话，你就不自觉的就把这个你的声音的这个音调就调高了。啊，你就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好好吃啊！你尝一口，你尝一口，他可能就是这种状态了。所以通过这个声音的高低，可能也会区别出一些那个对他的一个态度嘛。最开始可能说你只能做魏家妇，不再是魏家妇，不再是乔家女，都可能是很冷漠的。然后到后面说，你就不能只做魏家妇吗？对他就是那个直接破音了都。对，有的时候今天晚上是播到那个乔斯莱那一撇是吧？我不知道，我刚看那个弹幕上面说今天晚上都破音了。哦，今天晚上那个我害到破音了。是，不过今天晚上那一撇，如果是乔斯那一撇，其实他来了之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剧里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对于魏少和小乔的情感来说，都是一个助攻，和彼此产生信任的一个媒介啊，很棒，破得很自然，对的。行，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呗，然后有一个双人问题啊，说这个前期魏少对小乔的恨中有几分是对自己心动的愤怒？刘宇宁用百分比量化，然后小乔宋祖儿可以判断是否正确。对小乔的恨中有几分是对自己心动的愤怒？纯恨。他其实，前面是肯定是纯恨嘛，对吧？后面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阶段，其实他是，魏少是已经知道自己心动了。然后还问说：“我可以对他，对，说那个我可以心动吗？”结果他不太敢，然后自己躲衙署去住了嘛。当时跑衙署去住了嘛。我觉得可能用愤怒百分比的话，也没有多愤怒了，可能就是10%、20%那么样吧。对。有朋友说这些问题好有有朋友说这些问题好有深度，我觉得也是，就是我都听得一愣一愣的。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浅度的问题，你们可以刷在公屏上，包括微博的朋友啊，你们有什么就是那种非常肤浅的问题，也不能说你们肤浅了，就是那个意思啊。还能忽然放起来歌，就是让这个氛围感更重一点。你是不是不太适应这么优质的一个剧宣直播？太厉害了，没感受过。别说剧圈了，我自己的直播都没有感受过这么厉害的一个。下次你想搞什么直播，我这套设备。对，那你说，我就要不这样，就是等改年什么生日或者什么时候直播的时候，真的我就去你那儿感受一下你这套设备。我整套设备出租，灯光、音响，然后我旁边给你做。我就把你这套设备给你端了，就端走。我给你做一次这样的户外维护，等于直播维护2000块钱。先把撕拉片的钱给我结了吧啊！行，那这样。所以说都给你录下来了，都说给我，都说转账了，啥也没有。行吧，回头给你补上啊。快尽快，把手机就在手里。嗨，先做直播。我看看朋友们说我看看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
对，你们别哈哈了，咱们来点那种肤浅的问题。我再看看台本上有啥，咱把台本上的东西搞完，然后咱们就自己发挥嘛。有人问那个什么说，如果咱俩是观众的话，会磕魏少和小乔的这一对 CP 吗？用一个形容词形容这对 CP 的致命吸引力，还这么致命吸引力，都要命了都啊！如果你是一个观众，你会觉得这一对这两个角色特别的棒吗？嗯。我磕呀，我现在也非常磕魏少和小乔，是，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应该其实都会喜欢这种很真诚，但是他的表达又稍微有一点木的男生。对，因为我觉得其实魏少，我觉得因为他反差感很大，从前面就是很凶，然后完全不信任，到他真的交付了真心之后，他的那个真诚，我觉得就是还是很戳人的。我特别喜欢魏少这一点，因为我就觉得他不是不用心，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去用心，然后他不会表达，然后包括我有的时候现在看网友的一些剪辑啊，我就会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会把那个，比如说男生的内心 OS，或者是女生的那些小的浅的动作，然后就他们会打在旁边嘛，就会写在旁边，我就觉得就是很甜很甜，对。我是的，是的。我现在是纯磕魏少和小乔，而且我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旁观者的角度，就是我很观众角度的在磕他们两个人，是的，甚至都不相信的是你演的，对不对？没有，也不至于了。看陌生人，陌生人看两个陌生人，就觉得那不是你啊。是的，是的，不是我觉得首先这个要感谢那个我们导演嘛，包括也那个编剧老师，他们把这两个角色其实塑造的非常的好，就是无论那个每一个来回这个拉扯的那个度啊，包括人物性格啊，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比如说也不是说缺陷，性格缺陷，比如像魏少就是小心眼嘛，对吧？魏少他有一点小心眼儿，他有一点这个吃醋意特别大，然后比如说发现这个小乔身边有任何的男生，他就会很不爽，然后就是那种哎受不了了，哎是的，所以就是所以这两个人的人物关系就促成了很多好玩的桥段，所以感谢导演还有编剧他们对这个角色的一个把控嘛，对吧？咱俩当然演的很开心，然后当然我回头看了这两个角色，他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活着，我也觉得我也觉得还挺甜的，有的时候我自己看着看着就是一直在笑，我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可爱啊？哎，朋友们，你们刷点这个正儿八经，我刚才有朋友说这个问题问的太深了，我说刷点浅的，你们也不能这么浅吧？直接问圆房的事儿，你们也太浅了。我们再怎么说也是一个这种剧宣直播，咱们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档次的，朋友们，你们不能就太浅了。你们这个，哎，你说。但是我昨天，我今天看了一个，那个我觉得，一个是我觉得真的观众看剧真的看得很仔细啊，然后他就说，就我觉得就我觉得很好看的点是说，其实魏少现在就是喜欢小乔了之后，他才变成了一个就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因为他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因为就是以前他觉得他自己必须得做一个好的君侯，然后他不能去表达自己的喜欢还是不喜欢，因为从内心里边他是觉得自己就是不配这样子去做。但是他说，就是自打跟小乔确认心意了之后，他会反复的在小乔那里证明，就是小乔到底爱不爱他，然后其实这个人才真的变成一个
活人，就是他会有自己的情感需求了。对，以前魏少是他，就是因为他背负的东西比较多嘛，从出生也不是说出生那一刻起，从那个家中变故那一刻起，他要背负的很多，不能示弱，因为他要成为他可能是心中他哥的那个样子嘛，对吧？但是他现在因为遇到了小乔之后，他变得会表达了，甚至愿意示弱，愿意在小乔面前示弱，他变得更可爱了，对，变得更完整的一个人了嘛。对，可能对，所以他会有一些那种少年气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他的童年就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一个人。就像那天大家，我这个点还真是我在演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啊，就是有一场戏是我那个魏少就是那个小乔那个马不惊了嘛，要飞下悬崖了嘛，然后魏少飞奔过去说跳下来，我接住你，然后结果两个人正常影视剧就是两个人扑下来之后都是那种，可能是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但是魏少说了一句，对，俩人正常抱在一块肯定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啊，对，但是这个魏少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样？我就说我能接住你吧。就这个少年感了是吧？对，他就那种小孩那种，就是很像小孩那种，怎么样？我厉不厉害？就是那种感觉，就很可爱。对，他就不是那种你没事吧？怎么样？他不是那种的嘛，所以他就很可爱啊。他就是那个，就是，但是那个是我在演的时候没有感受到的，但是观众感受到了，观众给他们就会感受到说，哎，好像很可爱，很少年。然后这两个人的那个相处模式也不是很常规的啊。对，所以就很好，对，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真的看到了那个剧本本身的魅力，还有小乔和魏少这两个角色，就是以外的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作为演员都没有感受到的一些优点。主要的观众真的很棒，我觉得很厉害，他们。是的啊，真不错，我刚刚看弹幕说祖儿不要用气泡音说话，我什么时候用气泡音说话？我哪来的气泡音？就是你现在在那装忧郁了，开始啊？不是，没有，因为那天我确实也看到，就是大家说我就是小乔的音色，你看大家说我音乐台词，我没有，不是，我没有，但是小乔的时候其实是确实有故意压低一点儿，因为一个是，就是她其实也是一个小女生，但是你看她醉完酒之后，她就会回到就是比较少女的那个样子，就是说话声音是尖尖的那种，但是因为前期还是因为确实我也不是那种看起来就是特别足智多谋的人，就是尽量用一些别的。你还不足智多谋？你这张脸一看就是很聪明，对，很聪明，对，人家都形容你是沉稳一点。对，说你就是说这个你比较像小狐狸嘛，对吧？就是那种人说什么都是什么对，说是那个狐狗 CP， 你是狐狸我狗啊，是这个意思，对。你知道有个成语吧？什么成语？狐狸和狗呢？什么？没事，没事，是一个难以启齿的一个成语吗？狐朋狗友啊，狐朋狗友，对，嗨。是朋友们，今天折腰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我跟那个祖儿就是你们的狐朋狗友。咱们是一群，咱们为啥呀？开玩笑嘛，开玩笑，就是这种就没有为啥，就是这种交情，狐朋狗友其实是最。人家叫狼狐 CP，狼狐 CP 呀？什么狗啊？狼。就是不是狐朋狗友不显得咱们跟观众近一点，跟剧粉更加的有共鸣吗？谁有跟我们的？人家没说朋友们，人家没不是朋友们，那个人家没说咱俩是狼狐 CP， 家人们，狼狐 CP 是就是说前期
后面是别的 CP， 后面是这种的，朋友们，我放个音乐你们就知道了。哎，熟不熟悉这个音乐？熟悉。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To myself, but I 你 just 记得这个是咱俩化妆的时候一块儿看的吗？是，当时化妆的时候把这个看了嘛。行，我看看还有啥问题啊。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 人家说这个折腰在海外被译成美的囚徒，然后呢，折腰海外的热度很高。问咱们俩有什么感受？谢谢。爱的囚徒，这个不是爱的囚徒美的囚徒 ，sorry， 美的囚徒，美的囚徒。海外海外好像热度还真挺高的。我以前是纯就是也不是纯没有海外粉，就是很少啊，非常之少。对，然后最近好像我还真的是有一些海外的粉丝啊。为什么？因为我直播的时候，因为你直播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英文，不仅英文还有韩语呢。你看包括咱们这个现在直播间，现在英文已经出来了，都很多海外的粉丝，现在还有名字。都是那个韩文。是网友的名字吗？网友的名字叫 W， 这个一看就是海外粉啊。还有叫这个兔，对，他肯定就是海外粉，一看就是海外的粉丝来看我们的直播。对，所以当然这个 welcome to 美的囚徒。对，所以这个海外播的还是挺好的，因为我总能看到一些这个一些榜什么的榜单，比如什么这个对啊，这咱就不提了啊。除了腾讯视频以外的平台，咱们就不提了。对，很多这个播放网站上，咱俩的这个都挺那个什么的，咱俩这个剧都挺高的。不是，他们说是 Hello，How are you？ 我们海外的朋友都喜欢一个单词往外蹦。不是，就是这些海外的朋友英文都不咋地。只会Hello How are you？ 你跟我英文水平差不多，你啊。严谨。有朋友是马来西亚粉，开玩笑啊！刚刚有朋友说很多屏幕上英文名的是海外粉丝，都开玩笑的，不是拿你们就是造势嘛。造势。行，看看还有啥啊？然后他有一个说，满一哨石头啊，这是话题啊，他们热搜回应，对热搜的回应是吧？满一哨石头剪子布的秘密，然后说你俩石头剪子布有什么秘密啊？扫楼的时候咱俩还偷偷去，怎么说呢？对，太久没有练这个武功了，有点忘记。石头剪刀布的真传，对，是。你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那个花絮里边有。哦，他们很多人没看过，所以今天这个观众更多一些嘛。刘哥说石头剪刀布有一个概率，先出石头的，先出剪刀的概率是70%，你当时说的是？是的。对，说先出剪刀的那个概率是70%。我研究过这个东西，朋友们啊，当然这个我当时是教了这个组儿的这个东西，就是朋友们，你们现实当中跟人家去，如果说遇到石头剪刀布去决定一些事的时候，你出石头的胜率是在70%，因为很多人石头剪刀布的时候，他胜率是70%，因为大家本能的出剪刀的概率会更高一点。然后有什么科学依据呢？就是没有，我就是纯自己提炼的。然后我们那会儿就笑他，我们说他找了10个人。对，我找了10个人测试啊，有10个人出了剪刀。
是的，是的，有7个人出了剪刀，所以他的胜率是70%啊。70%。嗯，我看下一个啊，看刘宇宁、张碧晨直播连麦跟看连续剧似的。对，张碧晨也是那个啥啊，张碧晨也是我们的算是剧粉吧，对吧？他跟你说了吗？他跟我说了，他给我发信息了。他说啥？就说好看啊，然后他特别喜欢看古装嘛，对，他喜欢看古偶，他非常喜欢看。当时我跟他一块录那个天赐的声音的时候，你笑啥？没事。你看到什么搞笑的弹幕了？你可以念出来。没有，我看吃水果。我们卡痰了，刚刚顺一顺。你要干嘛？你来碗炸酱面，你是要来碗炸酱面垫一垫？你可以吃。我中午吃炒面。啊，吃炒面好的啊。有点，我给你扔过去点。然后，对我录那个天赐的时候，那个谁，那个碧晨就问我说：“哎，你跟祖儿拍那个戏啥时候上？”当时我是真不知道，所以我就说，很快就上了，到时候你上的时候你去看看。他说好嘞。结果那个上了几天之后，他就看完之后就给我反馈，就说很好看，说很好看，然后说那个他还就是他本来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可能是对我这一块颜值有一些，不是他可能是对，这枚是2个熟人嘛，对吧？他是2个熟人，所以对他看2个熟人演戏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有特别多的代入感，但是他真看进去了，而且他就是觉得这个魏超和小乔这一对 CP 非常的好磕，哇，他真的看进去了，不错。行吧，希望他继续追下去，到时候那个咱俩一人给他一个兔签，作为观众的一个回馈。管他要不要的，他要不要，咱们就把兔签给他，就给，硬给啊，还得必须逼他发微博。我觉得我们就是那个给他签那个魏少小乔，他肯定超开心。是的，是问过人家的意见，不管，强行给他啊。反正是我们2个要给的。对，没事儿，他肯定要，他现在是咱俩粉丝，他纯铁粉，现在属于。他是魏少小乔的粉丝，你就说平常我们跟他都是，人家都没觉得我们2个挺那啥，人家现在纯磕魏少和小乔。是，以后咱俩见他的时候把古装扮上，他就会对我们尊重一些。吃饭的时候，咱俩就拿那个戏里的那个大杯子。对啊，对那种的尊那种的啊，对，对。行，我看看下一个哈，说这个满满一少 Q 版名场面，然后有人说我给折腰做了一部动画，对，你有看到他们那个网友给我们做的那些动画吗？还有一些像剪纸类，他们画的自己。对，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又没有这个技能，当然是厉害了，特别棒，对不对？而且他们真的画的真的很厉害。对，而且我昨天看了，我看到2个记忆比较深的，因为刚开播的时候，大家做了一个那种，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大概30秒左右的那种长的动画，然后呢讲了折腰的一个故事那种的。然后我后面看到2个记忆比较深的，一个是就是那个魏少怕黑，然后小乔去拿灯找他那个，他拉衣服，然后魏少在拉衣服那个场景，他画成漫画了，然后就很有感觉，是在一个夜色的那个情况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我昨天看到的，就是两个动画拼成一个上下屏，上面是那个魏少在前面走，小乔在后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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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跑。然后你追我的那个很可爱。对，下面那个是你拿风车跑，然后那个魏少追着那个，对他们就做的很棒，谢谢那些所有给我们画 Q 版还有做动画的帮我们。其实这种二创也是为我们的剧宣传嘛。首先这些朋友们，这个咱们也没有说给人钱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呢，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凡是给我们做二创的朋友，就是那个包括给我们剪视频也好，或者是做漫画的朋友，你们都可以联系
一下宋祖儿工作室去领一桶豆我油刚想说，你们都可以联系一下那个宁哥，他会给你们发鸡蛋。啊，鸡蛋豆油都可以。对，凡是你出示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你的自己账号的证明，我们这边你不要工作室都会。听我以前直播的梗，我跟你说，你好多直播我真的都看过，我是你的直播粉儿，所以你不要一会儿那个邻居又吵架了，你要出去隔壁看打起来了。一眼了。对，隔壁来，嗯，我跟你说，我是你的直播粉儿，所以不要 Q 我。对，不是，所以就是因为你知道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所以你叫你们工作室准备一些豆油什么的你啊，们工作也会室准备些鸡蛋吧。啊，没问题，没问题。好的，好的，嗯，哎，这个活动我跟你说，在开播的时候搞那绝了，对不对？这都有。无数个不，我有无数个人替我们去做二创了，已经。那他肯定是这个巨轩早想到这个，你想想，鸡蛋豆油能骗多少人来？不是那个鸡蛋豆油能感动多少朋友们来，对不对？确实。嗯，都不开玩笑，一般家里都没有油，就等着我们这一下呢。是的啊，是的。啊，当然刚刚那番话开玩笑啊，开玩笑，领豆油，你们别真去领。我跟你说，朋友们，很多朋友真的会去领，然后呢，领完之后发现那个刘宇宁工作室并没有给他发2斤鸡蛋，他就上网来讨伐我们，说话不算话，说好的2斤鸡蛋呢？开玩笑，朋友们啊，对，那个开玩笑，因为确实发不过来，朋友们，当然也是想说这个感谢各位给我们做二创的这些朋友是的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是非常有才华，很厉害。是的。看看还有啥啊？这个问题能问吗？这个问题涉及到别的平台了。你看那个热搜回应下面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就不问了啊。对，那个我就不问了。但是有一个话题是，对，就是你在各个平台都能看到你自己的那个，因为现在都是大数据嘛，对吧？大数据的时代，然后你只要看了一个东西，它就会一直给你推送这个东西嘛，对吧？然后对，你看到处都是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吗？啊，各种美图啊，剧中的一些桥段呐、包括一些这个说你肿啊，就是不是那个，就是各种你对你对你的评价什么之类的啊，当然也是说我丑，都能看到，没有那个，没有，我主要，你说刚才卡了，现在好了，你说，没有，因为我其实说实话，因为我很爱看那些，就是大家就是剪的咱们两个的那种，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我们现场的花絮，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手机一打开全都是这种，然后我也看到了好多，就是那种你知道大学生在宿舍学我们两个吗？哦，看了那个。那个我真的觉得他们好有才呀、而且我真的，其实我就包括我看有一些就是小乔的仿妆啊这些，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还挺好玩儿的事情。就如果大家在闲暇之余，在有时间的情况下，然后一个是喜欢我们的状态，因为我确实觉得我们两个那个在折腰的时候，两个人状态确实都不错，就那会儿也不肿。你不错，我一般。确实，没有。我说实话，我真觉得就是非常帅气，就是而且那个，咱们就是说这个压迫感确实是很强，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家在闲暇之余有时间的情况下，就是我觉得去做一些仿妆啊，包括去拍一些这样的好玩的东西，这种小视频好玩的东西，我真的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大家是学的惟妙惟肖，特别是我有的时候看他们在宿舍里面披个床单，然后对，学我那个衣服，然后在那里奔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演员，努力拍剧，然后好好演戏，我觉得一个是也是希望就是给大家平常的闲暇生活带来更多乐趣，然后
就是如果大家能喜欢，然后愿意去玩儿一些这些东西，我觉得也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会很荣幸。对对，就是哪怕他拍的那些，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在拍之前还要跟咱俩道歉，哎呀，那他不用，都是对，体面人儿，很体面，先给我们道歉啊，但是我想说不用道歉，没事儿我们何啊，就是你。德何能？我们何德何能？对你，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演完之后，我发现就是很多宿舍里的这些演员们比我们更适合这两个角色。演得很好，演得很好，啊，鼓励他是的，们嘛，我看鼓励他们嘛，别当真，鼓励他们，对，让他们都去拍，没有真的，跟他们学的真的很像，很像，很好玩儿，他就都能模仿到精髓，而且他们首先是乐在其中嘛，很不错，是的。Sometimes we come like but we did our best. I won't give up, no, I won't give up. 还有一个是那个小乔吃饼吃出痛苦面具。有人说这个祖儿觉得这个饼是真的非吃不可吗？道具真的那么难吃吗？啊，当时有一个咱们去户外，就是那一段嘛，户外那一段就是人家观众说是出去度蜜月了，就那一段就是马车什么各种那一段啊。对，有朋友问是真人吗？都是 AI 录好的。没事儿。大家好，我叫张碧晨。我叫汪苏泷。那饼不难吃，它就是那个正常的那个，就是那种馍。但是就是你就是想，就是我们主要是想体现一下，就是为。你说你呢？没事，没吃饭，我刚想说，我坐在这儿，谁家开始做饭了，很香。但是你能告诉我，就是你直播为什么旁边能掏出来一个饼吗？你那旁边有水果，有咖啡，有红酒杯。你一会儿不会拎出来？我直播就是这样的，所以让你体验一个不一样。在我直播间，我一会儿掏出个大炮，你都不要意外。啊，你说你的，那饼怎么样？直播间计划成这样的吗？魔术跟魔术直播间，我直播跟变魔术似的。你等会儿了，你不着急，一会儿我给你表演个萨克斯，一会儿都可以的。一会儿不会旁边弄出来一头大象？不会。我说到哪儿了？你这饼给我干懵了。说那个饼好不好吃？是真的那么难吃吗？不难吃，就是为了体现，就是微商的不解风情。我说实话，我有点不知道我在干啥。没有，没事，跟吃饼给吃懵了。你吹笛子吗？一会儿给你吹，一会儿给你表演一个咱们结束曲啊。好。对，那个饼其实朋友们是这样的，那个。干巴烂吃。那个饼其实是没有那么难吃的，很好吃，因为它都是现场道具老师给我们准备的。那个饼也不干巴，其实就正常的饼嘛。但是你不喝水确实有点干巴。就是为了体现它，对，不解风情的那一面嘛。对，它就是所以通过表演让大家觉得那个饼真的很干巴，但其实是挺好的，那饼很好吃的其实。对，当时也是。闲下来就吃那种，因为那东西特别像那种馍，然后就是揪一块吃，还挺好吃的。对，就是馍，对，其实没有什么难吃的点。因为我喜欢吃主食，吃面食啊，面食嘛。我看还有啥问题啊？今天问题也差不多了，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他给我们准备的就是1个小时的东西嘛。然后呢，后面还有一点就是回应弹幕提问，一人自行发挥即可。来，弹幕提问起来了。一人自由发挥。好可爱，有一个人说我要去看剧了，你去吧，放心去吧，赶紧去。现在应该已经更新了，是吧？不着急，不差这一会儿，你再挺6分钟行不行？因为怎么说呢？你们唠。因为是什么呢？因为魏少和小乔在剧里不会跟你说生日快乐，
或者跟你 say hello，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啊，朋友们，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但们？你说威少小乔天天见，我们两个难得见一回，天天见。就是也不是难得见一回嘛，就是没那么频繁的能见到嘛，也不是，大牛人家是配红酒，什么红酒、咖啡，咖啡啊。有朋友说团综啊，刚才我看到有朋友一直说团综的，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们只是两个小小的演员，我们能在这个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能够决定的东西少之又少，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也再一个那个我们不知道，反正有时间，如果也有契就是能有的话，就整一个没事玩嘛，对吧？把这帮人都叫的啥的，但是我们一直不敢回复，也不敢答应你们，是因为不知道，对，怕让你们失望嘛，对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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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看我们，有朋友说综艺啊，综艺你可以看一下《开始推理》吧，第1季，我俩都去了，我俩最新一季，最新一季那个对也在播，今天也更新了啊，昨天更新的，今天是更新的那个 X， 对，所以就开始推理吧，我们都属于元老，哦，我那天看你那个，我看到那个后边那个柯宇没上去的时候，我可难受了。是不是啊？共情了都已经。就是看似很难受。但是哥哥就是白宇哥确实沉稳了许多。他没有沉稳，他那个什么，他那个柯宇，他完全，我跟你说，反而啊，白宇你觉得他很沉稳，但是他就是我后来就是看你们的，就是看你们这一季，我会觉得，好像脑子不灵光的确实只有我一个，他挺行，他也不行，他也不行，他在我心里永远不行。不是他没有，他其实没有成熟很多，他反而这一季要比第1季、第2季幼稚了很多，真的，就是他更放得开了，他更，但是对他就装的嘛，装成熟，但是一直很幼稚。但这2季就是因为他也录了3季了嘛，所以他那个也熟悉了，也踏实了，所以他就会把更幼稚的一面拿出来。我当时跟他录有一个花絮是，他那个什么，我们在做一个游戏，最后他衣服上的胸针呢，莫名其妙这个扎到了别人的脚上。结果呢，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宁哥，我告诉你个秘密。”我说：“什么秘密？”他说：“我这个胸针呐，能够自动追踪凶手。”我当时一脸懵的看着他，我说：“你有病啊！你小孩啊你！”就是他真的很可爱，在我们这一季里啊，所以就是挺好啊，挺好。哎，为什么聊白宇？不要给他画面。当然，白宇是我跟那个左儿共同的朋友嘛啊，我们一块儿也是关系不错的啊。我看朋友们都是一些说合唱什么《红尘客栈》。咱们最后一点时间要留给一首美妙的歌曲是吗？你唱吗？唱你就来2句，我给你放歌，你唱。我们唠唠嗑吧。我一般其实我最喜欢的歌不是这首，我最喜欢的歌那是哪首？你说。我们以前在现场，我那天忽然间，就咱俩剧宣完回来，就说，就我在看那段就是回放，你说我一直天天在片场唱的歌，我在想说，我天天在片场唱的可不是那首歌。是。我们
聚会唱的最多的是宁哥的歌。我们后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私下就是那个聚会嘛，聚餐，我们必须是全军覆诵，就是像所有人必须得每个人都把宁哥的那个歌词背下来，然后就谁唱不许对就看歌词要唱一遍。是那首歌，朋友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对，那首歌就是这首歌，朋友们。对，非常喜欢我们。你说只要爱所有人情的太就喜欢。像那满载故事盛开的花，对，反正他们也很给我面子，每一次出去玩都唱这首歌。每一次吃饭一定有一个环节，在我们所有人筷都举一半的时候，就3、2、1，然后所有人开始唱，巨整齐，就非常非常整齐。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还互相盯，就是谁没有跟上歌词，歌词记错了，对，是不是？是。我手机里有非常多我们凑在一起，大家，而且就是后来我们有时候见过，然后可能明哥不在啊，或者在忙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录视频，然后给他看我们就是高唱这首歌，唱这首歌，是的，我们的团建歌曲啊，对，必唱。行吧，那有机会我们给大家这个在表演音乐方面的一个才华，今天就是主要是剧宣嘛，行吧，那就差不多了，朋友们，今天也不耽误各位了，因为我们直播到6点嘛，时间过得就是还是蛮快的啊。行吧，那就最后留点时间，然后我们就是还是把跟观众哈拉两句，不是哈拉两句，什么哈拉两句，这个感谢观众，然后让他们一块跟我们一块去追剧，好不好？那我先说吧，行吧？我先说，然后你说啊。那当然在这里呢，也谢谢今天所有对，今天所有在我们这个剧宣来看我们的朋友，还有这个所有最近一直在追折腰的这些剧粉们，也谢谢你们帮我们撑腰。撑腰是一个带引号的，不仅说来支持我们的剧，还有帮我们去反黑也好，或者是去打破一些质疑的声音也好，大家都在为我们这个剧付出，也感谢各位为我们这个折腰的付出。然后我想说后面的剧情也是依旧很好看，因为越到后面可能会越加的丰富一些。然后呢，无论是从那个情感戏也好，或者从整个世界观也好，一直到后面都很好看。所以这部戏是你值得一直追下去且反复去看的，也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陪伴你的一部戏的一个存在。当然也谢谢各位的支持啊，那个在这里魏少谢谢各位了，谢谢。来，那我就觉得如果已经说的差不多，但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守护，然后也非常开心，我觉得能看到大家真的看得很用心，然后跟我们一起带入到这个情节里边，然后我们后面的内容还更加精彩，因为这两个人现在感情这2个人才刚刚开始开窍，然后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去追剧喽。行，那咱们一块去追剧，朋友们，好不好？拜拜，那下次再见了，朋友们，拜拜，拜拜，左儿辛苦了，拜拜，辛苦了，拜拜，我下回见，下回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各位。I won't give up, no, I won't give in till I reach the end. 拜拜，各位。